欢迎来到冒险家 Aaron 的频道。今天这集是白话区块链，我会用最简单且显易懂的方式来介绍比特币。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麻烦帮我按赞、订阅、加分享。您的支持是我继续上片的最大动力。那我们开始吧。比特币是一种虚拟货币，但我不喜欢这么称呼它，我喜欢叫它加密货币或是电子货币，因为更加贴切及符合比特币。在这支影片里，我会分为4大主题来讨论。第一个是区块链，区块链究竟是什么？为什么比特币需要用到区块链呢？第二个是我们常听到的比特币挖矿，到底是怎么挖的？现在挖还能够赚到钱吗？为什么比特币挖矿需要花费大量的电力？再来是如何证明自己有挖到矿呢？其实就是靠着区块链上的 POW 机制。POW 是英文 Proof of Work 的缩写，中文就是工作证明。最后一个是电子签名，在比特币网络中的每一笔交易都需要用到电子签名。而这个电子签名的主要目的就是防止交易被篡改，保护了比特币的安全。而这4大主题呢，通通都记载在网络上赫赫有名的比特币白皮书里面。这个比特币白皮书呢，是一个化名叫做 Satoshi Nakamoto 的人提出来的，中文翻作中本聪。时间的背景呢，是在2008年雷曼兄弟次贷风暴引起的金融风暴，在一个大家都不相信传统银行体系的时候提出来，时间真的是非常的刚好。不过这个中本聪呢，自始至终都是匿名的状态，这10几年来，众人对他的真实身份的猜测也不曾停止过，甚至还有拍成纪录片。不过这不是这集的重点，今天这集就来聊聊比特币白皮书究竟说了什么。Bitcoin a peer-to-peer electronic cash system， 直接翻译的话就是比特币一个点对点的电子货币系统。电子货币就如同字面上的解释，但你可能会有一个疑问：点对点是什么？我们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今天假设有2个人，一个人是 A， 另外一个人是 B。A 给了 B 100块钱，中间没有透过任何的银行或者是第三方机构，这个就是一个 peer-to-peer 点对点的交易，其实就是传统的现金交易，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但这样会有什么问题呢？其实问题可大了。金钱交易的潜在问题主要有3个。第一个是双方受到了时间地点的限制 ，A 跟 B 必须约好在同一个时间地点才能够做交易。第二个的话是假设 A 给了 B 100块钱，结果隔天 B 忘了说没有拿到，那能怎么办呢？是不是死无对证？所以就有人说啦，如果给现金的话，一定要拿收据。那这样就到了第3个问题了。其实不管是现金还是收据，保管都非常的不容易，钱有可能被抢，而收据有可能被弄丢。说到底就是3个字啦，非常的不方便。而我们传统的金融体系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靠着公正的第三方来管理，可以是政府，也可以是银行。我们每个自然人去银行开账户，银行会给我们一个对应的银行账户以及存折，这个账户就绑定了你这个人。假设今天有个自然人 B， 钱只要汇到 B 这个户头，只要没有被冻结 ，B 这个人就有使用的权利。回到一样的情况 ，A 用自己的银行账户汇了100块钱到 B，B 也可以自由的把钱汇给 C， 这些交易都通通存在于银行的系统内，而我们可以透过刷存折来确认有没有这笔交易。当然，现在更方便了，还有网络银行。账户里面有什么交易讯息都能够及时的收到，而这些所有的交易都仰赖我们信任的第三方作为全权的管理。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我们日常生活中所用的金钱的机会越来越少了。我们买东西用信用卡，去超商买小东西也使用 Apple Pay、Line Pay， 而我们也习惯了现在这样的生活。回顾一下刚才的情况 ，A 给了 B 100块钱。A 的银行账户付100元 ，B 的银行账户加了100元。传统的银行体系看似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但别忘了，银行终究要赚钱的。银行提供了保管的服务，同时也收取了一定的手续费。国内的跨行转账可能几十块钱，国外的电汇的话可能就更贵了，甚至常常需要临柜办理。受到时间地点的限制，也受到了2种法币汇率不同的影响，来回几次总金额也是一笔不小的数字。最后一个其实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把钱存在银行，等于是把金钱的所有权交给银行来保管。如果银行投资失利倒闭了，真的能有钱赔给我们吗？与此同时，银行也有权利在任何时间冻结你的资产，只要有足够的理由，比如说战争。这件事情虽然大家都知道，却没有正视这个问题。直到2008年。雷曼兄弟因为次贷的问题引发了金融海啸，大家想起了 Lord Acton 在1887年给世人的忠告 ：Power tends to corrupt, and absolutely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中文的翻译就是权力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化。难道银行真的是最好的办法吗？
比特币又再次吸引了众人的目光。究竟什么是区块链？区块链的英文叫做 blockchain， 是由2个英文单字所构成。block 是指区块的意思，而 chain 是指锁链。这里的意思就是把一个一个的区块锁在一起。我们来回顾一下刚刚的情况 ：A 给 B 100块钱这个话题，把钱换成比特币，账户改成区块链的地址。A 从自己的地址转了 B 1颗比特币 ，B 给 C 转了3颗比特币 ，C 给 D 转了5颗比特币。这些像是交易记录的讯息累积了几千条之后，我们再用一个区块把它框在一起，形成一个独立的区块。满了就会换到下一个区块，接续连接下去。所以我们常说的区块链，用最白话的方式解释，其实就是比特币的交易账本。而这个比特币的地址呢，就是我们的账户。这个区块链技术有什么样的好处呢？主要有3点。第一点是，比特币其实是一个电子讯号，非常的容易传递，快速，手续费也非常的低，不受汇率影响。第二点的话呢，就是不受时间、地点的影响。区块链是24小时运作的，比特币网络从开创以来，从来没有发生过被攻击、停链的问题，非常的安全。第3点则是最重要的一点，去中心化。原本应该要由第三方机构来管理，而区块链技术把这项权利还权于民，让大家一起监管这个分散式的记账本，确保其中的内容的准确性，而自己也有财产的所有权，不会被任意冻结资产。那么具体上，去中心化的区块链要如何运作才可以还权于民呢？关于这点，就必须要了解区块链的运作原理。首先，比特币的主链只有一条，非常的长，记载了这10几年来所有的比特币交易记录。而这些主链上的区块一旦上了链，交易是不可逆的，所以也没有办法改变区块链的交易历史。而为了确保每一笔交易的准确性，避免双重支付，比如说 A 只有10颗比特币，而他却同时转给了 B 跟 C 各10颗的比特币，区块链上的所有的交易必须要广播让大家知道，并且让矿工去验证这笔交易。这会在第4部分电子签名详细说明。第4点的话是比特币的共识机制，所谓的挖矿其实就是把新的交易记录连接到旧的主链上面。而当大家都想要把自己的区块连接到比特币主链，要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判断谁有资格呢？其实就是靠着 POW 的工作证明，这会在第3部分详细解释。第5点是最常见的原则，比特币的主网只有一条，如果真的有2台电脑在同一个时间挖到矿了，把新的区块加在比特币的主网上面，那么确实会发生短暂的分裂。不过这时候呢，就是要看大家的共识。有些人的网络比较快接收到上面这条主链，有些人呢比较快接收到下面的这条主链。接收到了，马上就开始进行下一个区块的运算。假设上面新的矿工算得更快一些，依照最长链的原则，就是以上面这条链为主，而下面比较短的链呢就会被打散，也就是橘色这一块的交易记录必须要重新打包成块。那么这时候关键的问题就来了，比特币的唯一篡改机会就是当有人占据了全网超过 50% 的算力，只要算得比全网更快，那么交易记录就会以你的为主。如果里面有错误的讯息，你就成功篡改了。但试想一个问题是，全世界在挖矿的人这么多，谁能够占领超过 50% 的 CPU 算力呢？这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事情，所以从根本的设计角度来看，比特币的网络是绝对安全的。帮忙记账这件事情看起来非常的麻烦，让大家来监管，但谁要平白无故花时间花很贵的电费来处理这些麻烦的事情呢？其实答案非常的简单，因为帮忙打包区块链就有比特币的奖励，有钱能使鬼推磨，这样就有兴趣了吧？而记账的奖励主要来自2个地方，一个是每笔交易所产生的手续费，一个是每10分钟产出新块的比特币奖励。手续费会随着比特币的网络拥挤程度而改变，而打包出来的区块链奖励也会随着时间而减少，每4年减半一次。在早期比特币刚创立出来的时候呢，每10分钟可以打包一次，获得50枚的比特币。过了4年就变成每10分钟25颗。减半的目的呢，主要是为了使总量固定，避免印钞票所产生的通货膨胀。依照这个规律呢，就可以稍微计算一下。每10分钟挖出50颗，每1个小时有6个10分钟，每一天有24个小时，一年有365天，而每4年会进行减半一次。这个是第1次的减半，第2次的减半，第3次的减半，依序进行下去。那我们把这个数学式子算出来呢，最终的颗数就会接近于2100万颗，而这个总量是固定的，不会再继续增加或减少。
目前最近的一次减半是在2024年的4月份，而这次是第4次的减半。目前每10分钟大约可以产出3.125颗的比特币。以目前的价格，一颗接近10万美元的价格来看，每10分钟可以挖出大约30万美元的比特币，其实真的很吸引人。所以大家拼命的购买矿机，在电费便宜的国家大量的挖矿，为的目的就是能够赚更多的钱。如果你也想要挖矿，总要先搞懂挖矿的游戏规则，也就是挖矿的原理究竟是什么。这边比较难了，需要专心听了。区块链的运行规则是由杂凑函数来决定的，先别急着离开，我没有要讲高深的数学。挖矿的规则是靠杂凑函数，杂凑函数的英文是叫 hash function， 所以中文也有人称杂凑函数叫做哈希函数。而这个函数的特点是什么呢？它的特点是正向运算非常的容易，但是反向运算非常的困难。这也确保了区块链上的安全以及隐私。所谓的正向意思其实就是式子的左边算到右边。以右边这个例子来做举例 ，x 的5次方加上一些三角函数的运算，已知 x 求未知数 y， 它其实不难，它就只是烦而已。慢慢算一定会有解答，甚至丢给 AI 做运算，不用几秒就会有答案了。那如果是反过来呢？如果我已知 y， 但是未知数是 x， 要找到一个 x 符合这个式子，那可就困难了。这个杂凑函数是参考一个名叫 Aidenbeck 的 SHA-256 运算。什么是 SHA-256 运算呢？举个例子，有个人叫做 Aiden， 而这个 Aiden 经过这个哈希函数的 SHA-256 运算呢，得到一个256个字符的0跟1的这个讯号组合在一起。而这个256个字符的0跟1讯号呢，它其实就是哈希运算的这个结果。而这个函数没有办法反推，所以即使知道这个数值，我也没有办法知道它是由 Aiden 算出来的。而在区块链的连结过程里面呢，所有的交易记录都会经过哈希运算，同时呢，每个区块也包含了前一个区块的哈希值。这两道哈希运算虽然让区块链的矿工更加难以处理，却也让比特币的网络格外的安全。这里先埋一个伏笔，一个区块呢，其实还有一个随机数，而这个随机数其实就是挖矿的重点。我会在影片的第3大部分工作证明的环节提及。我们先来重点统整一下挖矿原理中的杂凑函数。正向运算容易，反向运算极其的困难。而这里的 A 等其实就是原始数据中的资料，0和1组成的256个字符，它其实就是哈希运算的结果。而这个原始数据呢，可以改成前面提到的 A 给 B 1颗比特币。同样，这则讯息呢，也可以换成0跟1组成的256个字符。回顾一下哈希运算的特点。第一点，区块链的安全，从结果上没有办法反推原始的数据。第二点，也就是验证交易的真伪，任何的改动都会造成希哈值巨大的改变。比如说，我今天 A 等把它后面偷加一个1或是加一个2，那后面的这个字符呢，就会完全的差非常非常的多。那也可以让矿工及时的发现，并且揪出来这个交易的错误。接下来是第3点，区块链的连结性。为了确保区块链的连结顺序正确，每个区块都会包含上个区块的哈希值。接下来第4个，工作量的证明。所谓的挖矿，其实就是去猜这个区块链内的随机数是多少。找到这个随机数，把哈希函数算对了，你就获得了奖励。这边要特别注意一件事情，帮忙记账这件事情本身是没有奖励的，必须把记账好的数据加哈希函数的保护，找到随机数之后呢，把这个区块链进行打包，你才可以挖到矿，你才可以获得比特币的奖励。我知道还没听懂，因为这是我接下来要讲的第3点，工作量的证明。POW 的挖矿机制，主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如何公平的去决定谁有打包区块链获得比特币的权利。回顾一下区块链内有什么样的讯息呢？有前个区块的哈希值，有几千条的交易记录，还有随机数。交易记录和前块的哈希值，我们是没有办法更改的。我们唯一能够更改的就是随机数。这个随机数可能是1、2、3、4。而我们刚刚提到的哈希运算的特点，第2点，验证交易的真伪。区块链内的任何的数字，只要稍有变动，都会直接影响这个哈希运算的结果，而且会有巨幅的改变。而每个区块要决定的时候呢，其实中本聪早就写好了程式，决定了这个区块运算完的哈希值前面要有多少个 n。假设说答案是6个 n， 而你也刚好猜到，比如说随机数是1的时候，刚好前面的区块会有6个 n， 那么就恭喜你获得了比特币的打包奖励。那如果打包运算之后发现不对呢，那就只能继续尝试的改动的随机数，看看 n 是多少才能够符合答案。其实就有点类似暴力破解密码锁的方法。
从第一组000开始试到999，总会有一组是对的，也没有什么好方法可以更快破解，毕竟没有什么逻辑可言。但具体上来说，越多人来破解，破解的人手越多越快，就越有可能越快的猜到答案。所以大家才会疯狂的提高 CPU 的算力，大量去购买矿机，增加挖到比特币的机会。但成本呢，以人力破解密码锁而言，就是人的时间要给薪水，而电脑呢，就是我们高的电费加上机器本身损坏的风险。平均上来讲，比特币网络会随着大家的算力去调整这个 N 的难度。如果挖的人非常多 ，CPU 非常强的话 ，N 就会越多位数，反之则会越少，以此来平衡原本的规则，每10分钟会挖出一次比特币的数据。最后来看到的是第4大部分，电子签名。电子签名白话一点的说法就是验证这笔交易是由你本人所发出的。传统的银行是怎么做的呢？我们要去银行汇款，带着自己的证件，行员会看脸证明是不是我们本人要转的。最近诈骗比较盛行，如果是比较大笔的金额，还会稍微问一下用途是做什么的。如果是网络银行呢，少许几百块钱、几千块钱的转账，则是会用手机认证码的方式传送一个现实的认证码，证明这笔交易是由你本人所发出来的。在区块链技术里面，其实也有相同的概念。这种认证的方式其实就靠的就是电子签名。这边比较复杂，看不懂的观众朋友，欢迎多看几次，或是针对不懂的地方发问。所有的留言我都会认真看完。电子签名采用的是非对称型的加密。在了解非对称型加密之前，我们要先了解到什么是对称型的加密。所谓的对称型加密，其实就是加密跟解密都是使用同一组密钥，像是网络上常见的 HTTPS、VPN、Google Drive 都是使用对称型的加密。因为都是使用同一组的密钥，所以保管这组密钥就会显得相当的重要。通常是由公司自己保管，或是委托第三方业者代为保管。但是对于去中心化的区块链呢，势必没有办法这么做，所以必须要使用非对称型的加密。非对称型的加密呢，是由一组随机数生成，包含了一组私钥和一组公钥。私钥可以生成公钥，但是公钥呢是没有办法反推私钥的。记得吗？我们刚刚提到的哈希函数没有办法反算。私钥主要是用来加密，而公钥是用来解密。私钥可以生成助记词，助记词通常是由12、18、24个英文单词所构成，方便记忆。而助记词呢，可以用来反推私钥，进而获得钱包的控制权。任何人只要知道你的助记词，就可以把你的钱全部转走。所以这个助记词势必要严格保管。而公钥则是可以生成比特币的地址，这也就是你的银行账户。银行账户当然可以公开，因为公钥没有办法推到私钥的关系，所以完全不用担心。但稍微延伸一下，即使私钥保管得很好，没有人知道，但是在生成私钥的地方，如果有人偷偷监控着，那就得不偿失了。所以一般的热钱包是指联网生成的钱包，即使网站是安全的，也难保电脑不会中毒，因此就有人开发出了硬体钱包，也就是在不联网的方式生成随机数，让我们抄写助记词，也就是在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下生成自己的钱包。而你的钱包只要助记词保管好，那就是绝对的安全。关于冷热钱包的选择呢，也会再出一集详细的教学来告诉大家如何使用冷钱包以及热钱包。话题有点扯远了，我们回到非对称型的加密。非对称型的加密呢，主要分为公钥和私钥。公钥主要负责解密，而私钥主要负责加密。私钥呢，也会负责生成助记词，而这个助记词要好好的保管。而私钥可以生成公钥，但是公钥没有办法反推私钥。我们举个实际的例子好了。看看电子签名是如何运作的。今天假设有个转账人叫做转账人 A 给 B 一个比特币，这个讯息经过哈希运算得到这个哈希交易1，而比特币网络呢会将 A 的这笔交易加上 A 本人的电子签名，再经过一次哈希运算。而这个第二次哈希运算的目的呢，主要就是进行私钥的加密，最后会得到一个验证后的交易哈希。而这笔交易发生的当下呢，比特币就会进行全网的广播 ，A 给 B 一个比特币。A 给 B 一个比特币这件事情，再加上公钥，也就是你的地址，再加上验证后的交易哈希，前面呢可以经由哈希运算得到哈希交易1，其实就是前面的这个步骤。而后面的公钥跟验证后的交易哈希，其实是给矿工看的。
矿工要干嘛呢？矿工要拿这个公钥，公钥可以做解密，所以呢，可以拿这个验证后的交易哈希，看看解密完之后是不是也可以得到交易哈希1。那如果这2个交易哈希其实都是一样的，那就证明这笔交易没有进行篡改，是可以进行打包成块，也不会被退回去。那如果有人想要篡改呢？我们刚刚有提到，尽管交易内容只要差一点点，哈希运算之后的数值也会天差地远，矿工很容易就可以发现这个篡改，进而不承认这笔交易，这样就是一个完整的比特币的网络交易。我们来复习一下今天讲的4大主题，用最白话文的方式。第一个，区块链其实就是交易账本，而挖矿就是帮忙记账以及猜随机数。更容易理解的方式就是暴力破解密码，进而获得打包的资格。而工作证明就是挖矿所需要遵守的游戏规则，电子签名则是区块链防止篡改的方式。好了，这集就聊到这边。如果喜欢我的影片，欢迎在下方按赞、订阅、加分享。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在下方留言。您的支持与指教是我持续发片的动力。我是 Aaron，我们下集再见。